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火烧新武将蒋钦的相关资讯。蒋钦的机制真的非常特别，也重新定义了火烧队的玩法。蒋钦能掌控3种异火，好了，和大家开个玩笑，应该是3种灼烧才对。第一种灼烧是火梨，火梨是加在己方武将身上的。蒋钦在开场就会为己方全体武将附加1层不可驱散，但却可以引爆的火梨。火梨状态可持续2回合，火梨会造成自身攻击力30%的伤害，属于最低阶的灼烧伤害。但因为火梨是烧在自己人身上的，所以伤害当然是越低越好。看到这里，你一定会感到很好奇，为什么蒋钦的火是烧自己人的？这个等你看完蒋钦的所有机制后，就会明白了。拥有火梨的武将，最终抗爆率会提升35%，且自身每拥有一个灼烧状态，最终抗爆率还会额外再提升10%。火梨本身就是一种灼烧状态，所以马上就可以吃到这个额外提升的效果。最终抗爆能降低被暴击的概率，暴击打不出来，又会连带被格挡率给减伤。这个连锁效应也间接的为火烧队提供了不少坦度。原来用火来烤一烤自己是可以增加坦度的，这真的越来越有修仙的味道了。蒋钦自身虽然无法提供格挡率，但人手一支的 SP 张辽可以，后续的火烧大哥大 SP 孙策也能，如果你打不穿，就只有被烧死的份了。不过火梨也有一个副作用，那就是一旦被施加了火梨的武将被打出暴击，就会随机引爆身上的1层灼烧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又要担心了，这么一来，蒋钦不就玩火自焚了吗？如果自身抗爆不够，一直被打出暴击，那岂不是会自己烧死自己了？别急，这时候就要提到蒋钦的第2种灼烧，魂火了。魂火是一种可持续至战斗结束的灼烧，并且也是加在自己人身上的。但不同的是，魂火每回合只会造成1点伤害，并且在受到引爆效果时，还会优先被消耗掉。魂火被引爆后，会使目标恢复最大生命值10%的血量。有了魂火做挡箭牌，就不必害怕被暴击后，被引爆的灼烧会烧到自己了。蒋钦的火梨虽然也会烧到自己，但魂火给予的回血，基本上也已经将火梨造成的伤害全都补了回来。火梨虽然有副作用，但经过2种灼烧互补后，利还是大于弊的。火烧队在有了蒋钦后，情况就会变得很微妙，你若不暴击就会被格挡减伤，你若暴击了又会引发魂火回血，所以不管你暴不暴击，火烧队都是稳赢的。火烧队在有了蒋钦后，在防御端上就会有着飞跃式的提升。魂火虽然可以被驱散，但每层魂火都是一个独立的增益，所以即使被驱散或被消耗掉，也不会一次就全部消失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看蒋钦其他的能力。蒋钦的怒攻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为自身添加1层火梨。蒋钦在发动怒攻时，自身每拥有1层火梨，就会对敌方全体施加1层灼烧，灼烧会持续2回合，并造成攻击力30%的伤害。释放怒攻添加的1层火梨，再加上开局就有的1层，蒋钦的第1次怒攻就可以为敌方全体武将添加2层灼烧，这就是蒋钦的第3种灼烧。这次终于是加在对手的身上，并且能对敌方造成伤害的灼烧了。蒋钦给对面施加的灼烧虽然只是最低阶的，但它胜在挂火的速度快。火梨可以持续2回合，即使蒋钦每回合只能释放1次怒攻，他也能维持每次怒攻都给敌方全体挂2层灼烧的能力。蒋钦的另一个优势是施加灼烧的概率高，没有血概率的就是默认100%，这和新型的控制都不在血概率是一样的。不过100%也不代表就是必中，因为它还是要再经过异常抗性的判定，不过至少它已经赢在了起跑点上。男性，再加上能多次对敌方全体造成灼烧，也让蒋钦非常合适用来和孙鲁班搭档。蒋钦的魂火也同样有2种获取方式，第一种是羁绊给的魂火，同样也是开场就会为全体添加1层魂火，不过这次只给了吴国的武将，
而不是全体武将。第二种方式是，每当己方武将由简易状态消失时，蒋钦都会有70%概率为其施加1层魂火，每回合对每名武将最多只触发5次，每回合最多5层的魂火，相信这也够用了。如果都触发了，那就是50%的回血，可以直接恢复半条命了。不过简易消失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一回合就触发那么多次的。简易消失包括了被驱散、回合自然结束和被转移。吴国驱散能力最强的武将是专武步练师，不过步练师目前应该还是上不了场。真正比较实用的驱散还是得靠葫芦，葫芦每次回血都有概率可以驱散2个简易。另外，如果有5星穷奇助战，开场也可以马上驱散3个简易，并获得3个魂火。你可能会问，开场有那么多简易可以驱散吗？这还真的有，现在兔子横行，只要对面的助战兔子过来碰瓷后，就会直接给你最终伤害降低、怒气抗性和异常抗性降低3个简易。所以只要你有5星穷奇，就可以直接清掉兔子的简易来换魂火。至于转移简易的能力，那就得靠刘备羁绊的 SP 张飞和水镜了，他们俩都是转移简易的好手。最后就是阵图技能，这里也有非常小的概率可以在普攻后清除简易，这个如果有触发就当做赚到了。蒋钦的火力是离不开魂火的保护的，如果没有魂火，被引爆的其他灼烧就会对己方造成伤害。如果没有魂火，甚至连火力自身都有可能会提前被引爆掉。蒋钦以外的武将只能透过开局来获得火力，若失去了火力，就会失去很多相关的能力，而导致坦度下降，这算是蒋钦最大的弱点了。蒋钦的一火被动会在每当有我方前排武将被引爆灼烧状态时，提升己方全体武将100点怒气，同时降低敌方全体武将100点怒气，堪称吴国版的诸葛亮。怒气对蒋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只要他怒攻的速度越快，身上的火力就会越多，每次怒攻能给对面施加灼烧的层数也会越多。3火被动会使持有火力的前排武将在受到单体攻击后，马上引爆攻击来源的1层灼烧。别的不说，普攻一定是单体攻击，而且也必定会打在前排武将上。这么一来，只要敌方每次普攻就得多承受1次灼烧伤害，就等于是加倍了灼烧的伤害。5火被动增加了魂火的能力，每个魂火都会额外提供10%最终伤害减免。这么一来，穷奇的开局驱散就会变得更有意义，并且魂火在被引爆后，还会使目标在2回合内造成和受到的灼烧伤害提升30%，最多叠加3层。5火被动是个双面刃，它同时提升了双方受到的灼烧伤害，但因为自身还多了个最终伤害减免，所以最终还是利大于弊的。不得不说，蒋钦的技能给的还真的是有一点不干脆。给了一个技能，却总是要附加那么一点缺点在，好像是生怕火烧会变得太强似的。蒋钦的技能多少还有一点内鬼的味道，它能提升火烧，但同时也能用来对付火烧。蒋钦的单体攻击引爆，加快了灼烧引爆的速度，但魂火的优先引爆，却也会让灼烧损失掉不少引爆伤害。虽然只要引爆的速度够快，就能快速将对面的魂火消耗干净，但灼烧也是一种简易状态，如果灼烧因为被引爆而消失了，那么对面还是有机会可以再次获得魂火。这就迫使老火烧也不得不让蒋钦入队，因为如果没有了魂火的保护，火烧在内战时就一定会吃大亏，这是让火烧队强制换血了。蒋钦的上线给火烧队带来了全新的机制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火烧队的新核心。蒋钦在某种程度上是承接了丁奉的上火，也承担了徐盛提供的坦度。这么一来，就可以为火烧队省下1名队员的空间了。总结，蒋钦是一支你想玩火烧就必须要抽，不玩火烧就没必要抽的武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只是想抽蒋钦来打火烧，那也大可不必，因为只要 SP 孙策出来了，你只有蒋钦也是打不过火烧的。蒋钦理论上5星就能用了，
但一火有控怒，3火有引爆，5火有增减伤，想要强还是得抽满的。最后来说一下蒋钦的战魂、战灵和站位。蒋钦一般都带弱点瑶光，扛不住就带连携舞曲，站位则一定是后排，因为身为火烧核心的他一定不能先挂掉。不过火烧队真正要强，就还是得靠 SP 孙策，就像脏水要等 SP 郭嘉，鼠兔要等 SP 张飞一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